農業作為人類史上最重要嘅產業，一直同自然資源有密切嘅關係。過去幾百年間，人類喺科學上面嘅發現，又不斷帶動農業上面嘅新技術。透過呢段影片，希望大家能夠了解農業、科學同埋科技嘅關係，以及當中需要考慮嘅問題。究竟餐桌上面嘅食物由邊度嚟嘅呢？相信大家都可以回答，就係從街市，又或者從農場、農田嚟咯。當中除咗土地、銷售同埋消費等問題，我哋希望喺呢度探討科學以及科技上面嘅問題。大家知唔知道我哋而家食用嘅家禽、穀物以及蔬果同野外嘅物種有啲咩關係或者分別呢？其實我哋食用嘅品種同野外嘅物種係擁有共同嘅祖先嘅，只係我哋食用嘅品種係經過人類一段漫長嘅馴化同埋育種篩選嘅過程。好多農作物嘅野生祖先都係產量比較低，而又好難種嘅。經過農夫不斷挑選同埋保留產量比較好又能夠適應當地環境同埋氣候嘅育種，我哋就可以不斷提高作物嘅產量同埋品質，以應付人類嘅需求。呢個就係物種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裏面所介紹嘅人工選擇 Artificial Selection 嘅後果啦。喺掌握咗相關嘅技術同發展咗機械嘅輔助之後，人類就開始糧食嘅大規模生產。咁樣唔單止係便利咗人類，同時大量同密集嘅糧食生產更加有利害蟲嘅滋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滅蟲劑同除草劑嘅發展，正好大大減低咗蟲害同埋雜草嘅入侵，大大增加咗作物嘅產量。喺上個世紀嘅科學同埋科技嘅進步，正好為人類嘅工業化、大規模糧食生產嘅手法帶來強大嘅支援。但係呢一切並非毫無代價嘅。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 正係呢場生態災難嘅控訴。由此，大眾第一次意識到科學同埋科技似乎唔係所有問題嘅靈丹妙藥。到咗21世紀嘅今日，生物科技喺糧食同埋農業問題上面又扮演緊咩角色呢？自從 James Watson 同埋 Francis Crick 喺1953年解開咗 DNA 嘅結構，遺傳資訊嘅儲存同埋複製嘅機制就逐一解開，由此開創咗人類前所未有嘅能力同埋機會。我哋對於育種唔再係一味被動嘅選擇，而係主動介入育種嘅遺傳基因當中。但係回想翻上個世紀由化學污染而嚟嘅生態災難，人類喺應用呢個全新嘅技術嘅時候，會唔會重蹈覆轍呢？最新嘅科技究竟彰顯緊我哋嘅能力，定係再一次證明人類喺大自然當中只係愚昧無知又自大嘅物種呢？到底呢啲擔憂同恐懼成唔成立嘅呢？等我哋嚟一齊睇下科學家其實喺糧食問題上做緊啲咩，佢哋想要解決啲咩問題，基改嘅農作物又會帶嚟一啲咩影響呢？ DNA 生命的秘密中，講述科學家點樣破解 DNA 嘅結構以及生命嘅密碼。咁樣意味住科學家就可以基於相關嘅知識同埋技術，進入各種生物嘅生命藍圖。喺掌握咗生物嘅生命藍圖之後，基改嘅技術主要係關於 DNA 嘅編輯，包括剪斷、黏貼同埋複製。科學家可以根據農作物嘅情況加入外來嘅物種基因。爭議性比較低嘅做法係刪除原有物種嘅基因，又或者增加原有基因嘅表達，或者減少原有基因嘅表達。另外，生物技術亦都可以幫我哋喺現有嘅育種當中找尋各種基因嘅位置同埋角色，從而喺天然嘅育種當中篩選合適嘅育種。蘇力菌係一個經典嘅基改例子。蘇力菌可以製造攻擊昆蟲腸道細胞嘅毒素，所以呢種細菌早已經喺1938年被法國人用嚟做殺蟲劑。喺 DNA 重組技術面世之後，
科學家將蘇力菌製造毒素嘅基因直接插入農作物嘅基因當中，令到農作物每個細胞都可以製造蘇力菌嘅毒素，有效地殺滅嗰啲咬作物嘅所有害蟲，而唔會濫殺無辜。現時含有蘇力菌嘅基改作物包括咗粟米、薯仔、棉花同埋大豆等等。James Watson 喺佢嘅著作《DNA 生命的秘密》中指出，蘇力菌作物估計喺1999年已經為中國減少咗1300噸嘅農藥使用。夏威夷木瓜係另一個經典嘅例子。科學家將木瓜輪點病毒嘅病毒外衣蛋白質部分嘅基因植入木瓜嘅基因組，令到木瓜好似打咗疫苗咁樣，唔受病毒嘅攻擊，拯救咗1993年至到1997年面臨消失嘅夏威夷木瓜。另外一啲基改作物嘅目的包括提高營養價值或者增加農作物嘅營養成分，以緩解第三世界國家嘅糧食問題，延後農作物嘅成熟時間，以減少運輸當中嘅一啲浪費，將作物改造成為可以代替石油嘅環保能源。基改技術或者會帶嚟一啲好處，但係我哋都會問，呢啲基改作物係咪安全㗎？例如食物敏感嘅問題。關於食物敏感嘅問題，好有趣地，科學家都有一啲解決嘅方案嘅，就係咁準確咁樣去尋找同埋消除嗰啲致敏源。另一方面，為咗解決基改作物污染其他非基改作物或者野外植物嘅問題，科研人員可以進行一啲更加嚴謹嘅監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研發出喺自然界不育嘅基改作物。但係雖然經過嚴格嘅控制，但係我哋仲係會聽到一啲基因污染嘅個案嘅。例如啱啱介紹嘅基改木瓜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喺香港，基改木瓜嘅種植並冇受到法例嘅監管，而且可以透過花粉污染其他嘅木瓜樹。除咗以上呢啲科學以及技術嘅問題，我哋或者都會有更進一步或者種植技術以外嘅擔憂或者考慮。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呢啲技術會唔會有違自然嘅法則呢？而且我哋係直接介入作物嘅基因，咁樣會唔會造成不可能逆轉嘅影響呢？另外，呢啲技術會唔會更加助長單一種植呢種手法？而長時間嘅單一種植會唔會衍生另外一啲問題，形成一種惡性嘅循環？另外，專利權嘅問題同埋銷售貿易等問題，會唔會引申到市場壟斷，又或者消費者嘅選擇權益嘅問題？或者我哋會認為基因改造食物嘅問題都係源於科學嘅進步，就好似科學同科技本身就係同一樣嘢嚟咁。但我哋有冇諗過，我哋其實可以選擇點樣應用呢一啲科學知識同埋生物科技嘅技術，又或者高科技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善用天然嘅資源呢？中大大豆研究中心正係一個好嘅例子。生物科學學院嘅林漢明教授領導嘅研究團隊，利用生物技術喺野生大豆裏面去揾一啲唔同基因嘅位置同埋角色，喺天然嘅育種當中篩選出比人工培植嘅大豆更加耐鹽嘅育種，以非基因改造嘅方法去解決淡水資源萎縮嘅問題。呢個成果會唔會為大家帶嚟希望呢？如果係咁嘅話，科學同科技喺農業問題上面又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呢？最後希望大家反思嘅係喺農業呢個議題上面，農業同科學科技嘅關係。糧食問題除咗依靠科技解決，仲會牽涉咩因素呢？當我哋進行深入嘅反思嘅時候，會唔會發現呢一切已經唔再係科學能夠解答嘅問題呢？如果係咁嘅話，科學同科技喺農業問題上面又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呢？